自22年以来，以太坊的价格表现一直低迷。这个经历了3轮周期的老牌公链，在发展上似乎陷入了困境。对以太坊基金会的质疑、Vitalik 的抛售以及相对应 DeFi 的评论、ETH、ETF 欠佳、以太坊在新型趋势中的缺席等等负面信息层出不穷。ETF 是近几个月造成以太坊价格萎靡不振的首要原因，而次要原因则有很多，比如应用层缺乏新鲜叙事。注意力则被其他链抢夺 ，token 的应用场景从曾经的链上货币逐渐转向为质押品，这使得以太坊缺乏对应的购买力。简而言之，如果不参与空投或者是套利、质押套利的话，以太坊基本毫无用处。当前的以太坊给人的感受是内部割裂，对未来迷茫。其实以太坊近年来在基建上推进并不是失败的，而且是非常成功和迅速的，但 Layer 2究竟是用来干嘛？由 C 转 B 的商业模式究竟要怎么做？我觉得以太坊甚至都还没有想好。亲爱的各位观众老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加密阿尔法，很高兴又跟大家再见了。现在是新加坡时间的2024年11月13日周三晚间的6点11分。就在昨晚 XION 出了这样一个空投页面的检查器，我们只需要链接相对应的地址就可以进行一下 check， 看一下自己是否有资格。连接的地址的话，是你绑定过的 EVM 的地址，以及是它本身在我们去用邮箱进行登录的时候自动生成的一个地址，包括使用到我们的 DC4 服务器进行一下授权链接，也是可以进行 check 的。那我们这边来进行一下 check。首先在这里恭喜那些拿到份额的那些币。你真的运气很好，然后我们再来简单的去概述一下，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知道项目方是以什么样的标准去衡量此次的一个空投分配的份额。大概遇到的情况是，无论你先前交互过多少个任务，然后有没有认真在做，包括它的银河任务以及是相对应的 DC 的角色，大多数就目前我所知啊，80%以上的人都是没有这个份额的。包括你用那个大号去拉小号，你拉的人数越多越有可能是 zero 了，就是0，就是没有空投份额的。那么有关于这样的话，我们就分析到此结束，我们就跳过了。另外，如果你对此次的空投份额就是有疑问的，你可以去填写这张表格进行一下申请，虽然我觉得没什么用。OK， 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空投资讯分享环节。首先是第一个项目，那么这个项目的话是纯零的，无需授权我们的推特，它是根据你推特使用的年限来获取相对应的空投份额。你的推特时间越久，当然获得到的就越多。由于无需授权推特的话，安全性我觉得还是有所保障的。然后在这个对话框当中输入一下自己的用户名，使用的用户名啊，这个不要输入错误。输入完成之后点击一下 Start， 然后它会给到一串字符，这边相对应的复制下来。复制完成之后呢，来到我们的主页，点击一下个人信息，这边去设置一下我们的个人信息，这边有个 BIO 啊，相对应的把我们刚刚复制的内容复制在这个里面，点击一下 Save， 然后它会体现在这里。那么体现完成之后呢，我们对应的打开原先的这个页面去进行一下核验确认，然后等待它的核验确认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垃圾项目毁我青春。紧接着我们再来到下一个，它是 Peer Network 的有关类型的测试网。那么 Peer Network 的话，推特关注度是在 175.5K 关注度还是可以的。然后这边会出现一些简单的任务，完成就可以获得对应的一个空投点数，我们就来照做。那么此次的话是有一个教程在的，首先的话是需要进行一下领水，那么它提供了3方的领水网页，我们一一都要去做一下。领取测试币的话会比较简单，输入地址然后进行一下人机认证，这2个测试币都需要去获得，所以每点一次的话，它的下方都会出现到一个就是你的这一笔交易。然后再是我们的 BNB 啊，那么这边的话也很好获得，非常简单。可能就只有这个 Manta 的这一个会比较的难，因为它需要考核到你链上的交互，就这个钱包你是一直在使用的，它才有资格就这个方向上领取。但是我一直很想跟各位观众老爷说的，如果你在这个方向上没有的情况下，那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先复制一下它这个名字啊，复制完成之后呢，直接这个网页上进行一下粘贴，然后它就会出现很多领水的地址，只要不是连接你的钱包并且是授权的，
你仅仅只需要在文本框当中输入你的地址的，我觉得都可以去尝试一下。所以我就找到了这样一个。那么它无非就是要先去注册一下自己的一个那个邮箱地址，然后接收一下验证码，认证成功之后，你就可以获得2个它给到你的测试代币，对吧？这就是我想要说的，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们在某一个方向上淋水就测试币的话是不够的情况下，我们就按照我刚刚讲的方法，然后去网页上进行搜索就可以了。但是一定要去甄别一下，因为有部分网页它可能没有那么安全。如果您正准备进军加密世界，还没有注册交易所，现在机会来了，只需要点击我们视频下方的注册链接，注册币安、OKX、BitGet 或者 GetL 等主流交易所，就可以轻松享受交易手续费的专属折扣优惠。新用户还有机会获得海量空投、新手福利和相对应的体验金，帮助我们轻松开启加密世界的第一步。千万不要错过，赶紧使用到下方的邀请注册链接，享受这些专属的福利吧。OK， 接着我们进入到第2个步骤，那么它是在测试网当中领取对应的测试代币又是领取测试代币比较烦，它给到的是3种链然后3种链的话，每一条链上都需要去进行这样的操作。那这里的话就点击一下相对应的水龙头，然后钱包会弹出那个让我们切换网络的这一个信息，然后我们这边确认一下切换网络，切换网络完成之后呢，我们对应的去获取到这样一个测试代币，然后在付款的时候注意一下它这里的话网络是否有切换，然后这边确认一下这样的交易就好了。目前的话这2个都是可以正常操作的，但是 BNB 这一条链的话是没有办法接收到任何测试代币的，然后它一直会报错，那我们就暂时性的把它搁置在一边。做完成这个之后呢，我们再来到它的下一个板块，它是进行到一个质押，那我们这边的话等待它的响应吧。这里响应完成之后呢，我们对应的进行一下重新质押，但是在这里我要稍微跟大家观众老爷说声抱歉因为一开始我们在去做这个 BNB 的时候，不是要去进行一下申领那个测试代币嘛？我们这边进行钱包确认之后，它会报错，然后我们这边等待一下，我给大家演示一下。那这里我们确认一下这个交易之后，它会马上的报错，但是不用管它，它会给你的。你看我现在目前的余额是 0.03， 我们重新刷新一下这个页面，就会有 0.04 了，意思是说你是可以去领的啦。然后我们再点到相对应的 Restake 这样一个重新质押当中，那我刚刚说了它对应的3种测试网，所以我们对应的要在3个测试网当中都去质押。那为什么很多小伙伴会说为什么要完成这个质押呢？是因为后续了。怎么个有用呢？就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些所有都是在为之后的任务做铺垫。我们有过一期视频是讲述它那个 Satoshi 这一个项目是跟这一个做了一个联合，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我们点开对应的这个 GetL Job， 打开之后它就是 Satoshi 的这样一个页面，然后这里的话会有一个具体的空投白名单，然后总的空投点数，这个是之前教过的，这个我们不用跟大家提这么多了。然后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在我的频道当中搜索一下这一个 Satoshi， 它会有一个具体的教程，那就是我做那个视频嘛。然后这里的话进行一下复制我们的地址，复制完成之后进行输入，然后去检查我们的一个资格。它这里会显示我们当前还没有完成以下的任务，比如说是在这个网络当中尚未委托任何代币， BNB 当中也未委托代币，然后以及是这个尚未开始任何的任务。那很简单，那如果它都提醒你了，你对应的你就可以在这个方向上，是不是我们去完成对应的质押，每个币都去质押一下。然后这个的话算子实际上就是委托，找到这样一个，然后进行到一个相对应的委托，这边勾选一下，点击一下，然后在钱包当中确认一下此笔交易，这样不就可以了吗？确认一下这个交易。然后那如果它这个因为 BNB 好像是一直会报错嘛，但是它应该还是会体现到一个委托完成的，然后再转到相对应的比如说 Manta 这样一个测试网。然后这里我们钱包也要确认一下这个转移转移完成之后呢，这边我这个测试网已经委托过了，那我们转移到另外一个。那我们在这个测试网当中进行一下委托，确认一下这样一个交易，等待一下它的确认完成。是不是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方向，也就是完成了 Satoshi 的相关联的任务？那除了这个 Manta 的话，我马上去做，因为我还没做过。这边的话确认完成之后的话，实际上这我们4个板块了，这边基本上都是完成的。
然后它此次会更新一个具体什么样的内容，无非的话就是一个关于 Galaxy 的任务啊。这就是有关于 Galaxy 任务的页面啊，任务都很简单。然后它这里有一个成为它的空间用户，其实就是 follow 了，就关注他们了。关注他们之后，这个任务就会完成。然后其他的任务都很简单，我们可能不会做过多的展示。它这里的话是一个 restake， 就是我们刚刚完成的步骤。所以我刚刚说，我们完成的话都是为后续这些任务做铺垫。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 Satoshi 的这个页面当中，这里已经显示我已经完成3条链上所有的任务，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我刚刚做的无非就是进行重新质押，质押完成之后呢，再去进行到一个委托，然后3种测试网都要去进行这样一个操作。另外我插个题外话，为什么要关注一下 Peer Network 这个项目？是因为加密大分享的话也关注了这一个项目，他觉得他是年底可能是一个大帽，虽然虽然我没有 get 到他的那个审美点啊，但是他的一些视频啊，干货还是很多很多的。我觉得也可以推荐一下大家去看一下吧，因为他真的还挺会关注一些其他赛道，有自己的真本事，就肚子里有墨水了。我觉得我对他应该是很欣赏的。那么另外的话，我们再回到这样一个教程啊，扯远了。然后还有一个任务了，它是新出来的一个任务。我们相关联的所有的任务啊，都是在它的那个官推当中可以找到的啊，就在它的官方网站当中都是能找到的，就是有迹可循的。它这个教程不是说乱做的。然后这边的话也是有关于这样一个任务，还有17天会结束。这个是社交类型的任务了，这个可能会比较简单。不过我应该不会去做了，我觉得大家还是率先完成 Satoshi 这个页面上的有关任务会比较好。这个不是说你检查了这个资格获取了白名单就可以了。按理来说的话，它后续有一些步骤的任务逐步指南的话，我们都要根据这一个来进行到交互了。实际上就是我们刚刚完成的这些任务。然后你问我要不要每天交互呢？我觉得每周1次吧，差不多吧，也不需要每天交互了。每天交互起来也很累了，因为现在任务也蛮多的。那这里的话就是有关于 Peer Network 的有关信息，然后也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非常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如果过程当中还有一些问题的话，欢迎在评论箱中评论出来，我会一一为大家进行解答。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了，拜拜。